动手吧。不等了，我们上山去。侯爷说的对，我们上山吧。可是道长不是要我们等他吗？如果我们现在走了，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呢？我叫春影留下来等他，我们会尽快回来。等一等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好，请。不用比了，你输了，把赤霄交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把剑给我？赤霄剑，可不能落在蓬莱人手里。金锤王王仇章，银枪李慧阳，大力开背手蔡启生，神鞭王周成义。你们几个真的要和我决斗吗？如果你们动手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！你小子也太张狂了！哎！要上，一起上。
师傅，齐鲁四阶在外面，快请。已经死了。啊！师傅，你看，齐鲁四阶武功不弱，竟然被人一剑封喉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师傅，看来这个蓬莱人不太好对付。是啊，一剑杀死了4个人，好厉害的剑法！白老英雄，那蓬莱人实在太猖狂了，望白老英雄为我们做主，替我们报仇。请白老英雄为我们报仇。我身为山东武林盟主，责无旁贷。更何况，齐鲁四杰是接老夫的命令去动那个蓬莱人的，此事，老夫我绝不袖手旁观。师傅，师傅，人来了。那个蓬莱人给我下了战书，他约我比武。哼！你慢用啊！你和齐鲁四杰有何冤仇？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公平决斗，我输了，他们也可以杀我。你到底为何而来？目的何在？我要挑战中原所有的成名剑客。你一不报名号，二不报师承，就要杀我中原武士，未免太猖狂了吧？就算你是这里的武林盟主，也一样。没有交过手，不能走。除非你回答我3个问题，否则，老夫我不会和你交手的。没有人可以跟我谈条件。对面可是把柄员吗？正是，前面可是王大侠。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我也刚刚听到白三空、白大侠的消息，说是来了个北方蓬莱人。的确如此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接你的。有王大侠这样的高人在，我们还怕那个蓬莱人不成？那是，有山东武林盟主清平剑客白三空坐镇，我们怎么能怕了他呢？对呀，王大侠说的对。走走，出。徒手比3招，不伤人，输的回答一个问题。你输了。你叫什么？虎颜大藏，怎么会这么像呢？又输了。问，从蓬莱到我们中原，目的何在？找到天下9大名剑，完成师父遗愿。什么9大名剑？师父说过，古代中原留下9大名剑。你说的是传说中的战卢、纯君，还有龙渊、太阿。那只是传说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师父说有就有。说，你帮不帮我找神剑？除非
乾坤颠倒，日月变色。出剑吧！魔王，你这个魔教余孽，我看你往哪里逃！上！你们是几位？走。属下参见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托皇上和大人的福，事情都办妥当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搜寻罗亚古城了，只是什么？属下发现神秘人身份的时候很意外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其实，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关系过于重大，我不会让你亲自去接近他，当面交代的。大人，这罗亚古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出去。是，大人。本来这件事情我是不应该说的，不过我没把你当外人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大明之前，胡人建立了元朝，统治中原很长一段时间。他们虽然征服了中原，但是依旧把北方的大漠看成是他们真正的家。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，不断地搜刮中原财宝，打算中原一旦变故，将所有的财宝全部运往大漠。可是他们都是游牧民族，带着这么多财宝到处跑，恐怕不方便吧？问得好，就是因为行动不便，所以他们将所有的财宝都囤积在罗亚古城。这么多年的积蓄，罗亚古城的财宝恐怕非同小可吧？当时看守罗亚古城的人，都是从具有胡人王室血统的家族中严格挑选出来的。他们的家人必须生活在指定的范畴内。蒙古王室将罗亚古城视为他们的生命线，几代人都保守着这个秘密，完全没有人知道。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像白三空这种江湖人士，还是曾经听说过这个地方。那是在元朝快灭亡的时候走漏了消息。不过，一些江湖人士
所听到的只是只言片语，他们只知道罗亚古城代表着一笔财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笔财宝到底有多大，根本没人知道。那罗亚古城真的消失了吗？据说元朝快要灭亡的时候，曾经派人前往罗亚古城送信，让他们送财宝出大漠。可是直到元朝结束，也没有人看见从罗亚古城送出的财宝。这么说，罗亚古城真的消失了？是真的消失了。我当你是自己人，才毫无保留地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了你。多谢大人对属下的信任。你赶紧去白水宫盯住那些武林人士，记住，那些人可不都是莽夫，剿灭他们没那么容易。属下明白。不过还有一件事情。说吧。一直以来有一个叫方宝玉的人纠缠我，这个人有几分鬼聪明，一直都甩不掉。我不想暴露我的身份，所以请大人派一个人把他解决掉。这个容易。此人虽然年轻，但是武功极高。此事我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多谢大人关心，那属下告退了。去吧。对不起。木狼兄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把我灌醉了，就一走了之啊？我以为谁在身后跟着呢，幸好我没有动手，不然的话就伤到你了。怎么能说是我灌你呢？是你自己的酒量不慎。好，就算是我自己喝醉了，可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京城打探消息，然后再回来接你。那为什么上了出城的路啊？我发现被人跟踪，想引他到没有人的地方再动手，但我没有想到是你。你还真会说谎，我全都知道了。你是朝廷鹰犬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太大意了。其实上次在清平山庄，你已经骗过了我。可是后来，你说错了话。我不明白。还记得上次从清平山庄出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小酒馆吗？你说错了话，露出了破绽。你说曾经随你父亲去过清平山庄，而且你爹整天和我外公切磋武功。这能算什么呢？我外公除了教徒弟，从来就不和别人切磋武功，哪怕是最亲密的人。呼延大藏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我确实露出了破绽，没想到瞒过了所有人，却没能瞒过你。今天在屋顶上，我听到你所有的秘密。是吗？那我要恭喜你了，你确实比以前聪明多了。方宝玉，
我觉得你已经可以在江湖上生存了。你现在什么打算？打，你打不过我；跑，你觉得你能跑掉吗？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能赢呢？站住！下官参见督讨大人。起来说话。交代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回大人的话，按您的吩咐全办妥了。前几天已经派人好不容易从药农那里打听到了进入沉香谷的方法，并且还暗暗地透露给了武当道士。没有让他们起疑心吧？大人放心，在下故意让几个士兵装成药农的样子，再假装不经意透露给道士的。他们都是当地人，没人看得出来。那现在沉香谷怎么样了？回大人的话，在下每日都派人去监视那些武林人士，他们已经攻破沉香谷了，双方打得很惨烈，死了不少人呐。哦，抓到什么人了吗？嗨，要说那些武林人士可真够笨的，一群人马出出进进，几乎将沉香谷翻了个底儿朝天。嘿，可是啊，没抓到一个人。唉，白水宫是彻底被灭了。您说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要我们一鼓作气，把那些个武林人士全都灭了？以你的实力，现在还做不到。不过你放心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起内乱的。哦，要不是被人追杀的紧，我是不会到你这里来的。下官明白。现在已经有一个人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而且从京城一直追到了这里。要不我带人去杀了他？不用，这个人的武功十分了得，你们去了也是送命。督讨的意思是，素闻平凉千户军中的铁甲强弩营威力非同小可，就连胡人的1000人马队也不是敌手，是这样吗？承蒙大人抬爱，这强弩营配备的强弩可挡千军万马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行动不便，使用起来有不少顾忌呀。那我就做个口袋，让这个小子来钻吧。我问一句，你说一句，不许耍花样。白天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？在中军陈大人的寝帐。怎么走？上面插红旗，门口挂长灯。
宝玉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沉不住气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大明铁军的厉害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混入武林兴风作浪，就算我不杀你，也会有别人来杀你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太年轻了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呢？你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完全可以在江湖上大肆宣扬，让我再也没有立足之地。哼！可是你选择了一种最笨的方法。你太急于杀死我，所以今天你就会死在我的手里。那你就永远得不到他。神木令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的一位师傅是你的爷爷，他觉得你们青木堡的人太不成器，就把他给了我。好，神木令牌给我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你的话，我还会信吗？你知道吗？只要我号令一下，我可以让你万箭穿心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那就看看是你的剑快，还是我的手快。放箭！逃进了大漠，给我追！大人，这季节贸然闯入大漠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不备清水和粮草，没人敢进大漠。你敢违抗军命吗？在下说的句句事实，大人，你要三思啊！请太真。我现在带一部分人先追下去。你备好水和粮草，立刻跟来。大人，万万不可！这个季节，沙暴频繁，一旦失去踪迹，大人恐有性命之忧啊！你敢蛊惑军心，信不信我先杀了你？大人，他独自一人闯入沙漠，活不了3天。就算他死了，我也要见到尸体。大人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一方面准备充足，派人进沙漠追踪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在这地方严加盘查，那小子插翅难飞。大人，就算他的尸首被野狗吃光，我也要把野狗杀了，取出骨头给大人交令。
你醒了，来喝点水。算你命大，要不是碰到我，你恐怕已经死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被王颠追杀，被逼到了这儿来。我们还有谁在这儿？还有奔月。奔月，奔月，你在哪儿？奔月到底在哪儿？你先别忙，他现在不想见你，可是他很惦记着你，催着让我来看你。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你。是我对不起他。告诉我，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和木狼还有大藏，我们一起到了白水宫。后来紫衣侯带着春影、夏蝉也一起到了。他告诉我们，王颠带着武林中人要来围剿我们。原本紫衣侯要带着奔月走的，可是奔月坚持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死战。后来发生了一场血狱，使都将军、春影、夏蝉都死了。大藏和木狼为了帮助我们躲入密室，奋力抵抗，现在生死未卜。王颠这个弃明道士的奸雄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后来我们一起躲进沉香谷避难，然后我们就到了这儿了。前面一片大漠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大宛国里常常都有沙漠跟戈壁，我知道怎么在沙漠里生存。我们真的要走进大漠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？沉香谷到处都是敌人，我们能躲到哪里去？我对大漠的环境很熟悉，以前父王行军打仗，就常带我深入大漠。我知道怎么在沙漠里生存的。只要一躲进大漠里，那些武当道人就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这里是我们最好的藏身之地。可是，我们会不会死在里面呀？要是有匹骆驼就好了。哪儿来的骆驼呀？跟我走。这些是干什么用的？等我们走到没有杀及植物的地方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些木桩插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做记号了。至于这些绣花针，在石头上磨一磨就能够指出方向。如果晚上累了的话，我们可以加一些树叶盖着，就可以当做床来休息。至于这些野果，只有在很渴的时候才能够吃。就靠这些吗？放心吧，沙漠里一定还有其他水源的，我们不会一直待在里面，一定能够活着出去。沙漠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不是我们的敌人。嗯。多亏有你，要是换做别人的话，恐怕早就死在大漠里了。你不也还活着吗？我是运气好，只可惜我插的木桩全部被一场风暴给埋了。要不是碰到这片绿洲，恐怕我们也死了。对了，你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我帮珠儿找到解药后，我们就走散了。珠儿，珠儿她没事了。希望吧。后来我被官兵追杀，就逃进了大漠了。你怎么会被官兵追杀呢？这是你的信鸽？是史都将军的。有了它，我们就能得救了。要是史都将军还在，我们就能够放信鸽，让他来救我们。现在，他只能飞回大宛国，或者再飞回来了。我不太明白。
信鸽是认主人的，如果主人不在，回家也就没有意义了。史都将军是我大宛国最英勇的将领，如果不是木狼失手打倒他，他也许不会死的。拓真，有些事情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要说什么？木狼神君是假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你认识的木狼神君是朝廷派到江湖的锦衣卫，他的目的就是剿灭中原武林，不论是正派还是邪派，他们都要赶尽杀绝，让江湖永远消失。真正的木狼神君恐怕已经死了，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我以为我刚刚救了你，你会心存感激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挑拨离间。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不过你想一想，以木狼神君的功力，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地打倒史都？如果他不是故意的，史都怎么会死？你胡说什么？战场杀敌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像父王那么英勇，还不是一样被人在背后放过冷箭？更何况你不在现场，没凭没据的，凭什么我要相信你？因为我见到了木狼神君，他没有死，而是鬼鬼祟祟地跑到了清平山庄。木狼没死，他没死，他受伤了吗？伤得重不重？他毫发无伤。谢天谢地。我希望你在木狼神君的事情上能够清醒一点。沉香谷大战是何等的惨烈，就连白水圣母、呼延大藏这样的绝顶高手都不能全身而退，他怎么可能毫发无伤？你别忘了，他可是有软甲护体的。软甲只能挡得住兵器，根本挡不住功力深厚的一掌。方宝玉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再说那些蛊惑人心的话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在清平山庄，他败于我手，他还花言巧语说，他爹和我外公曾经在一起比武，我外公从来就不和别人比武。这又能证明什么？当时我也觉得奇怪，我感觉到他到山庄来十分诡异，就跟着他一路到了京城。后来发现他进了朝廷重臣严嵩的家，我在屋顶上偷听了他们的一切。我受伤逃进大漠，也是因为中了他们的陷阱。他的确是锦衣卫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救你，就可以杀你。只要我们逃出大陆，我一定证明给你看。各位英雄，各位豪杰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寻找传说中的罗亚古城。多亏我们的盟主王大侠多方努力，今天终于知道了罗亚古城的具体地点。好！不过临走之前，盟主有几句话要提醒大家。在场的各位都是各方响当当的人物，大家千辛万苦的到这儿来，无非就是想求财。这本来是件好事儿，
可是罗亚古城还没找到，有的人就为了分财先动了手，这可是丢尽了我们武林豪杰的脸。所以今天，在下就要让那些动过手的、闹过事的，先行离开。罗亚古城的东西，你们没份儿。哼！你虽是武林盟主，可罗亚古城又不是你们家的，有什么资格不让我们去？你是翠屏山庄的老三吧？正是，我们翠屏山庄的人都来了。现在不走，就永远别想走了。还有谁敢不听武林盟主的号令？盟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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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盟主有令，各路人马全体集合，立即启程。黄魔神，率领各路人马，再有闹事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今天有大批人马进了巩县县衙，我看他们就快行动了。木狼神君一向谨慎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不会轻举妄动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知道了罗亚古城的地点，那至少是有了线索。那我们快点跟着他们。怎么了？你们走不走？我已经和他们交过手，如果现在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想到我们会跟着他。大藏说的不错，如果他们设下陷阱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川南密林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根本就无法生存，遇到事情也无法解决，太危险了。问个向导，这是个好办法，值得一试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不忙，等他们上路了，我们再行动，保持一段距离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我再去趟县城探探消息，顺便准备一些进山的物件。你小心点。嗯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总觉得宝玉有点不同了。那你还觉不觉得他是个敌人，是个对手？不是。你一定觉得他像个朋友了？如果没有师父的遗命，可能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侯爷，圣母啊，我看呐，我这一辈子是很难走出这竹海了。不会的。怎么办？哎，他们可能就是都长人呐。
圣母啊！这些都是都长人，怎么他们居住的地方和外面的市镇没有什么两样？侯爷，这里我也是第一次来呀。你看，这里的摆设跟川南就不一样了吧？这些人看样子好像不会说坏话，一会儿我怎么和他们解释呢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我们3个人不小心迷了路，误闯到这里，还请多多谅解呀。你们不是要去剑阁吗？是你？你们真不简单，竟然能找到这里。这么多年在金家，承蒙主人照顾。快别说这么多了。什么主人不主人的，这么多年来是我金某有眼不识泰山。来，喝酒。来，来。不知寨主为什么这么多年喜欢隐居在酒池肉林那里啊？哈，你们可误会了，我不是寨主，我只是负责山寨和外面的联络。这里的山寨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啊。这也不奇怪，自从3国时代，我们都长人就生活在这里。其实，对于外面的世界，我们一直是有专门的人在传递消息，所以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很清楚。这寨子自然也会尽量学着外面的样子来建了。所以外面的人不了解你们，这很容易理解。当年我们全体族人走入深山，也很担心其他部落会追杀进来。自然在外面留下了不少眼线，他们一代传一代，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啊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们要来这里。可是我没想到你们真能找到这里。所以你知道剑阁所在？剑阁、罗亚古城和都长人有着好几百年的恩恩怨怨。最早这片密林中只有我们都长人，只有一个狭窄的峡谷可以进出。元朝的时候，朝廷的人偷偷跑了进来，接着运了很多财宝。后来，因为他们离我们很近，我们担心被发现，曾打算放弃这里的山寨。你所说的就是罗亚古城。
那是一座天然的石城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他们只运来了东西，留下不少兵将守城，其他的人都悄悄走了。所以猿人一直都很小心，怕这个秘密传出去。所以他们才没有发现你们的山寨。可这和剑阁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后来，元朝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了9大掌剑高手，在罗亚古城的入口峡谷口修筑了9个洞穴，这就是你说的剑阁。哦，原来他们是给元朝人守护着罗亚古城的。也不全是，他们是不愿意手中的旷世名剑落入坏人手里，所以才找了这么个僻静的地方躲了起来。不错，在罗亚古城的这些人衣食无忧，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城，更加不知道9把剑的所在地，是不是？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他们9大掌剑客衣食无忧，为什么还要找我们90肉林的人充当剑奴呢？这又和我们都长人扯上了关系。日子久了，罗亚古城中的士兵终于发现了我们的山寨。起初，双方的首领还希望能够和平共处，可是后来，罗亚古城的猿人就开始骚扰我们了。开始只是抢一些东西，后来发展到抢女人，最后逼得我们忍无可忍，9个山寨联手进攻罗亚古城，终于将他们灭了。不过，我们这9大山寨也是伤亡惨重啊，只剩下这一个都长寨了。可是这剑阁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说来惭愧，起初就算我们9大山寨联手，也不是猿人的对手。剑阁9大掌剑客中，有6人站在了我们这边，而另外3人就算不愿意帮我们，也不会和自己的兄弟残杀，所以他们选择了离开剑阁。哦，所以才有我们剑奴的出现呐。再后来，我们封了罗亚古城对外的通道，就再也没有人能到这里了。而剑阁也成功找到了你们金家。唉，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。而这一次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所以武林人士和朝廷都分别在寻找罗亚古城的所在地。当今的皇上昏庸无度，民不聊生，只希望能够拿到这笔宝藏，所以调动了蜀中的兵马，加上锦衣卫，这样的规模。那你们大王打算怎么办呢？上次和猿人大战之后，我们都长族元气大伤，这一次我们更不是对手。反正我们也不贪图罗亚古城的宝藏，所以大王已经传令，30天之内所有人离开这里，前往滇北的丛林。我们只想知道剑阁的所在。这件事情恐怕要让3位失望了。我们都长人曾经向掌剑客发过重誓，绝不说出剑阁的所在。而当年6大掌剑客更是在临死的时候叮嘱我们，绝不能向任何人说起剑阁的所在。我们金家世代为剑阁服务，现在剑阁的主人已经作古了，而剑阁的千古神剑又恐有落在坏人手里的危险，我们能够坐视不管吗？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我做不了主。我看，我去帮你们问问寨主。啊，有劳阁下了。啊，实在不成，我们自己去找。我就不信，我们能够找到竹海，难道就不能找到剑阁吗？出事了！出什么事？今天早晨，2队跟踪锦衣卫和江湖人士的暗哨回来报告，他们前进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了很多。我们怀疑有人暗中帮忙。那你们有什么打算？寨主说了，3到5天内让所有人离开这里。我看你们也离开这里吧。那剑阁呢？你真的不能告诉我们吗？几千年前，
就是因为我们不愿违背自己的誓言，才会有整个部落走入深山的境况。但是你谨守诺言的话，反而会助长坏人。寨主说了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尽快离开吧。云腾千里姐妹山，薄雾升腾望月崖。万仞峰前走剑气，九渊潭前斩落霞。我看，樵夫是想告诉我们剑阁在哪里。对，寨主不准他告诉我们，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。但是他又没说，就等于他没有违背誓言。有4个地方我们要留意：万仞峰、望月崖、姐妹山，还有九渊塘。去剑阁的路，关键是否能找到这4个地标？剑阁的名字，都长人知道的不多，可我相信这姐妹山一定有人会知道。如果我们能找到这4个地方，就应该可以找到剑阁。你就告诉我吧。那我们明天就去。请问你知不知道姐妹山怎么走？请问你知不知道望月崖在哪边？不知道。谢谢啊。请问你知不知道万仞峰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你知不知道九渊潭在哪里？怎么走？不知道。好，知不知道姐妹山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啊，请问望月崖怎么走？不知道。你们说那个樵夫会不会是木狼的人？嗨，你觉得我们金家看人就会那么走眼吗？啊，他打我爹那时候起就在我们金家做事了。哦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这4具尸所指的4个位置，正好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。我感觉，你是说，你感觉他在骗我们吗？不，木狼他们的人就快到了，碰巧他们又那么快要撤走，很明显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如果他是朝廷的人，又何必这么费时啊？直接在竹海里把我们就干掉了。那时候我们3个都快饿死了，那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啊！我看他是不想告诉我们剑阁在哪里，可是又不好直接拒绝我们，更不想为了这件事情和我们发生冲突，所以就拿那首诗来搪塞我们。那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看到这4个地方分裂4个方向，就知道是假的。他想让我们知难而退。我知道答案了。哦，答案在哪里呀？答案在这诗里面。你们听说过藏头诗吗？4句诗的第1个字“云薄万九”，什么意思？哼，就是狗屁不通的意思。不对，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看，第1句话的第1个字，第2句话的第2个字，还有下面2句话第3、第4个字，你再念念。云雾峰前，云雾峰前。对，云雾峰前。对，找到了云雾峰，就找到了剑阁。我们就去云雾峰。
就一个晚上，整个都长寨就变成了一座空城，真是不可思议呀！哎，怎么样啊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金大侠。啊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整个都长寨就剩下我们3个人了，简直就像个鬼城啊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看了叫人胆战心惊啊！想不到都长人就这么离开了自己的家。大敌当前，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啊，形势紧迫，这木狼神军随时都会杀到。如果我们再耽误，撞上他们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金大侠，不知道有个问题你考虑到没有？剑阁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，即便找到了，为了守护中原的6把宝剑，剑阁内会不会暗藏机关？这一点我们不可不防啊。不错，就算我们找到剑阁，木狼也一定会找到。到时候凭我们3个人的力量对抗上千个锦衣卫的话，根本就没有胜算。我们金家留下的祖训，是要我们金家的后代誓死与剑阁共存亡。那剑阁内可能确实藏有机关，那木狼神军的兵马也确实很厉害，但这都不能打退我保卫剑阁的决心呐。2位的担心，金某晓得了，金某会一力承担。若木狼神军的兵马真的杀到，还请2位带着神剑先行离开，这里就由金某来缠住木狼神军的兵马。金兄，我们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对，金大侠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当然不是啦，只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不让神剑落在不法之徒的手上，还请2位成全在下，也好让在下对金某的祖先有个交代呀。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。我们终于到了。启禀督草大人，小人已经查过了，一个人也找不到。这是一座空城，就是把整个城倒过来，也要找到他们。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人影。继续搜。是。事不宜迟啊！再不走，我们就会败露了行踪。我们快走吧。侯爷，你怎么了？看来奔月没有在木狼身边，那他到底去哪儿了？现在怎么办呢？宝玉究竟有没有救出他？侯爷，奔月是木狼神君控制宝玉的棋子，我相信，就算宝玉救不出奔月，奔月也会暂时没事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不要着急，事有轻重。当务之急是保住剑阁里的6把宝剑，奔月总有一天会救出来的。侯爷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如果木狼神君在我们之前找到剑阁，那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全白费了。走。启禀督讨大人，城南荒无人迹，小人寻遍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不用说，城西也是空无一人。是，的确空无一人。
督导大人，城北也是，城北也是荒芜一片，连个鬼影都找不到，对吗？是的，督导大人。那人都去哪儿了呢？一群没有用的废！滚！下去。是。督导大人息怒。现在看来，这城里的人都已经得到了消息，在我们到来之前，都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我们现在的线索已经都断了，你让我怎么能够不生气呢？督导大人，我们手里不是还掌握着一个督长人吗？我已经威逼利诱过了，那顶凤冠根本就是他从别人家偷来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去过罗亚古城。我们现在就好比回到了起点。看这里，好像就是传说中的剑阁。剑阁圣土，罗亚之门，魁宝坟冢，两重乾坤。我们终于找到剑阁了！哎呀，看，快！金兄，你看。恭喜你啊，金兄！侯爷，圣母啊，你们看，这几副骷髅，想必就是当年的长剑客了。这6把旷世神剑也都在啊！哎，我金左阳终于不负祖先所托。多谢侯爷，多谢圣母，陪在下走完这一程啊！金兄言重了，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义不容辞的。我很奇怪，这离都长寨不足5里路，要想找到这儿并非难事。可是把6把宝剑放在这儿，似乎不太妥啊。哎呀，话虽如此啊，我们也是好不容易穿过竹海才找到都长寨的。要不是都长寨有情报说剑阁就在这里，我们也不会找到这里呀。这里实在是太隐蔽了。现在好了，终于可以达成心愿了，所以我很希望金兄可以帮我一个小小的忙。哎呀，侯爷但说无妨啊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想把奔月从木狼神君的手中救出来，恳请金兄助我一臂之力。侯爷啊，在下暂时还不想离开剑阁，这个忙恐怕帮不上了。金兄，既然你已经达成了心愿，已经找到了宝剑，我们为你跋山涉水，你就连这么一个小忙也不肯帮吗？金大侠，这6把宝剑就算是找到了，为什么你还不愿意离开剑阁呢？这一线天是防守敌人的一块宝地呀！金某
想留在这里守护这6把神剑呐。啊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帮我救出奔月之后，再回到这里也不迟啊。我金家有祖训，要我们后人不要随意与别人动武。我金某一直遵循着这个祖训，不敢有违呀。为救一个无辜的少女，就不能网开一面吗？侯爷，你不要强人所难呐。我强人所难？哼！我放着女儿不去救，来这里帮你找剑，现在找到了。我只不过是请求你帮忙救奔月，可你却说我强人所难。哎呀，侯爷，可是我一出面就会败露行踪，到时反而会把人都吸引到这里来呀。那好，我现在问你，帮还是不帮？为了剑阁，我连好人都能杀，现在怎么可能为救奔月而放弃守剑的责任呢？我不想说那么多了，我看错你了。侯爷，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信念坚持着，就像我当初坚持不与宝玉和大藏相认，你也长期坚持着对我的爱意长达20年，这都有错吗？你想，如果当初有人质疑你，并要你放弃这个信念，你不同样也会拒绝，不是吗？我是不应该逼金兄为了救奔月而放弃自己的使命，是我不对。更何况我们当初答应帮他找寻剑阁时，就决定自始至终都不要求任何回报。是，刚才是我一时心急说错了话，真是对不起他。侯爷，金大侠的为人，你应该比我清楚，他从来说一不二。你忘了当年在白云观，他都不肯出手帮助赤松道长，这就足以证明他对祖训是如何看重的。看来是我自己糊涂了。你也是因为思女心切才会这样的。知我者莫若你。侯爷，金大侠要是不肯帮忙，就不要勉强了。还有我呀，我陪你去救奔月。可是你刚受了重伤，功力也大不如前了，我不想让你参与，才去找金左阳帮忙的。救人一定要靠武力吗？对，你出谋略，我出力。不过侯爷，我们要从长计议，不要操之过急啊。这次一定很危险，你自己也要小心点。好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提醒你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立即派出锦衣卫，以都长寨为中心，四处搜寻罗亚古城的消息。都头大人，我们这么茫无头绪的找，恐怕会是海底捞针呐。除了这么做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就这么决定吧。人手方面，由你负责调动。是。哦，对了，都头大人，我们现在这样明目张胆地搜索罗亚古城，可能会引起江湖人士的注意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王颠那票人已经被我们杀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也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。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我看你是担心你外孙会找上我们吧？我们志在罗亚古城，白某认为这个时候不应该再节外生枝。那天晚上，他的确闯入客栈，想救走奔月。如果我们现在还煞费心机去应付他，未免碍事了吧？他连你这个亲外公都敢伤害，不过还好，我有奔月这个人质在手，他不敢乱来。宝玉现在的功夫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与其抓着奔月跟他耗着，不如放了奔月，他也不会再纠缠我们了。
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不必你操心。啊，这是刚泡好的上等龙井，请用。托尘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是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你骗了我，你骗了所有的人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们中原武林全军覆没。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呢？你！王大侠不必置气。你们是一伙的，你让我听命于朝廷，就是替他办事。我明白了，原来那些袭击武林人士的锦衣卫是你们派出来的。所谓的罗亚古城，是你们要把武林人士引到那里去屠杀。你们还有人性吗？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在这里争执。你这个衣冠禽兽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肯罢手？我是在增强朝廷的势力，不给武林反抗朝廷的机会。朝廷，朝廷非要用这么血腥的手段吗？朝廷下的旨意，我一定要办到，而且要不择手段。你无药可救，出去！你来啦！你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又在为你的木狼伤心吧？本月，你不要怪我，我真羡慕你。你爱上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义气男儿。可是我爱上的，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。郡主，之前我和宝玉一直苦苦相劝，你不听。不过现在，你发现木狼不是一个好人，还来得及。现在离开他还不晚。不，我不走。难道你还妄想改变他吗？只要我在他身边，就会有希望。只要我在他身边一天，我就能阻止他害更多的人，我就可以救更多的人，也可以替他赎罪。你真是用心良苦啊，将心比心。对宝玉，我可能就做不到。在我心里，总是忘不了他跟珠儿的事。
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女孩家为了心爱的人总是牵肠挂肚。其实就算他再不好，但是为他做什么，我都是愿意牺牲的。都头大人，小人有事禀报。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今天派出的暗哨有一个执事没有回来，也没有留下记号，恐怕是遇上了歹徒，所以小人特来禀报。看来方宝玉真的追来了。知道了，小人这就去办。这次你们要小心部署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等等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白三空。是。昨晚抓那锦衣卫果然没说谎，这里的确是个荒城。看来木狼神君因为找不到罗亚古城，已经率领部下离开了。他们的确是走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到处瞧瞧，看看有没有线索。好，我们到城北看看。我略施小计就引军入瓮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木狼神君，你要对付的人是我，别把他们也扯进来。你很了解我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只想对付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对付的人很多，而且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抓起来。木狼神君，我们这次来只想让你交出奔月，我们不会阻止你寻找罗亚古城，只要你交出奔月，我们马上就走。简直是痴人说梦！就凭你这三言两语，就想让我放了奔月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先进4个月。放箭！是。白三空，你想干什么？督讨大人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？有些事情我好像不需要通知你吧？督讨大人曾经答应过我，不伤害宝玉。那是他先答应我效忠朝廷，我才答应不伤害他。现在是他背信弃义，怪不得我。让开！看在白某份上，饶我外孙一命吧。白大侠，我要提醒你一句。你现在做的一切，是在跟朝廷作对。我对朝廷忠心耿耿，
只希望督讨大人网开一面，放了我外孙。哼，在我这儿，没有人可以说情。督讨大人，既然这么说，那就先杀了我白某。把这里围起来，任何人都不准出去。是。多谢督讨大人。真够义气的，一起来送死。我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到底放不放人？你说呢？
走。